西方航空界原本可能对 CJ1000A 不以为意，但中国新型发动机的最新测试数据却让欧美分析师和波音、空客内部无法保持平静。这并非一次寻常的测试，而是明确预示着中国航空发动机项目的进展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尽管中国已能自主生产 C919 大型客机，但其核心动力航空发动机长期以来一直受制于人。当前每架 C919 都搭载由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合资公司 CFM 国际研发的 LEAP-1C 发动机，其生产链横跨欧美。这种对外依赖性构成巨大隐患，一张出口许可证便可能扼杀整个项目。这并非危言耸听，历史已有明证。2020年，美国曾短暂考虑禁止 LEAP 发动机对华出口。2025年，出口审批再次被暂停，其影响立竿见影。C919生产受阻，交付延误，中国商飞不得不将年度生产目标大幅削减。等待交付的航空公司以及中国航空业界再次被揭示了其深知的薄弱环节。C919虽已羽翼渐丰，却随时可能因外部力量的决策而被迫停摆。鉴于未来20年中国市场预计将新增9500余架飞机，战略风险日益加剧，这正是 CJ1000A 发动机肩负重任的核心所在。中国若想在国际航空市场与波音、空客一较高下，首先必须掌控飞机上这一关键且目前唯一不受控的组件，而这项任务无疑是航空工业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尚无任何国家能从零开始成功研制现代高寒道比涡扇发动机，从复杂的工程设计、先进材料研发到漫长的测试周期、故障排除循环以及严苛的适航认证，这被公认为工业领域最艰巨的项目之一。然而，中国已别无选择。C919若要实现真正的自主，就必须搭载国产动力心脏。这台发动机不仅要与 LEAP 的推力相当，能承受相同的高温工作环境，更需展现出足以让航空公司完全信任的飞行安全性与可靠性。CJ1000A 的研发并非受制裁刺激的临时之举，其项目早在相关事件爆发前便已启动。然而，2025年的出口暂停事件无疑加速了其从长期研究项目向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自那时起 ，CJ1000A 彻底蜕变为中国整体航空战略的基石。事实上，早在10多年前，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工程师们就已肩负起为国家突破这一关键瓶颈的重任。这款与西方同级别，能驱动空客 A320neo 和波音737 MAX 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其模型首次于2011年北京航展上公开亮相，2017年首台完整的验证机组装完成。其目的并非立即用于飞行，而是旨在验证中国能否制造出满足商用航空严苛速度和温度要求的核心部件。工程师们耗时数月，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对该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运行测试。次年即2018年 ，CJ1000A 在上海的试验舱内首次成功点火，并实现了全速运转，这标志着项目从概念设计迈向了实体验证。然而，制造一台能够运转的发动机与生产一台商业运营所需的发动机之间仍有巨大鸿沟。随后的步骤更为漫长且艰巨，需要数千小时的严苛测试。在2019年至2020年间，测试范围大幅拓展，涵盖了地面极端条件测试，包括超低温、高温、油门快速响应以及机械负荷极限，甚至进行了模拟鸟击测试。为获取真实飞行数据，同时规避客机风险，中国还创新性地采用了大型军用运输机作为飞行试验平台，将一台 CJ1000A 发动机安装在其中一侧机翼上。2023年，这一关键时刻终于降临。网络上流传的照片证实，一架运负20运输机搭载了 CJ1000A 发动机进行试飞。这一阶段是决定新型发动机成败的关键，它必须在真实的高度、振动和应力环境下经受考验。过往经验表明，多数新发动机在此阶段早期便会因过热、失稳等问题而暴露出需要数年才能修复的严重缺陷。然而，来自项目内部的报告却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CJ1000A 在全推力状态下运行平稳，对油门指令响应精确，未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中国官方的内部评估甚至认为其表现远超最乐观的预期。当然，项目的复杂性并未因此降低。首次飞行测试结束后，工程师们便需对发动机进行彻底拆解，细致检查内部结构，更换必要部件，并重新启动整个测试周期。每一次测试都生成宝贵的新数据，每一次调整都推动发动机更接近 C919 验证飞行所需的严格性能标准。尽管进步显著， CJ1000A 在某些方面
仍未完全赶超西方。例如，西方发动机在先进材料领域，如 LEAP 采用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及其更高的耐温极限，以及普惠 GTF 发动机为提升效率而配备的齿轮传动系统仍保持领先地位。这些技术中国尚未完全掌握。然而 CJ1000A 的目标并非在效率竞赛中夺冠，它只需足够强大，足以替代那些可能因政治因素而随时中断供应的发动机。当这款发动机在2024至2025年进入持续飞行测试阶段时，中国无疑已跨越了许多观察家曾认为难以逾越的关键门槛。对于任何新型发动机项目而言，从可控的地面测试向实际飞行环境的过渡是最为关键的阶段。在地面，工程师能精准控制所有变量，而在空中，发动机必须应对大自然的各种严峻挑战。在2023年至2025年的测试期间， CJ1000A 陆续实现了多个里程碑，甚至令多年来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分析师都感到惊讶。早期积极信号来自运负20的试飞，其中一台标准发动机被替换为 CJ1000A， 而其他3台原装发动机则保持不变。这种配置既确保了飞行安全，又使新发动机得以在真实高度和载荷循环下接受考验。试飞期间，观察员发现发动机运行平稳，推力响应流畅，没有出现早期涡轮螺旋桨项目常见的异常迹象。随后进入耐久性测试阶段。据中方消息人士透露，发动机在高功率状态下完成了长时间测试，并未出现明显的温度骤升。独立的测试后检查甚至发现实际温度值低于此前模型预测。一位中国商发前副总经理更是直言，该发动机的表现远超他最为乐观的预期。对于亲历 C919 项目多次延误的资深人士而言，这样的积极评价尤为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地面测试也在同步推进。发动机在约50摄氏度的高温和近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环境中完成了所有规定测试，这些都是商业运营发动机必不可少的环节。每项测试的通过都显著降低了未来运营中的潜在故障风险，从而避免可能导致项目数年倒退的挫折。当然，这并非意味着 CJ1000A 已完全具备商业运营条件，它仍需累积大量的运行时间，进行更彻底的拆解检查以及更多的重复循环测试，以充分验证其长期可靠性。然而，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已经到来。CJ1000A 已经成功跨越了大多数发动机项目在早期阶段容易出现故障或暴露致命缺陷的风险区。正是这一系列进展彻底改变了西方分析机构的传统判断。多年来，业界普遍预测中国会因各种隐藏问题而导致发动机项目严重延期，甚至超越其政治时间表。但最新的测试数据却印证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尽管 CJ1000A 在纯粹的效率或先进材料应用上可能尚未完全媲美 LEAP 发动机，但它确确实实能够正常飞行，并且正在持续改进。对于波音和空客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这种威胁并非源于 CJ1000A 将立即超越其西方同类产品，而是因为它显著增强了中国商飞挑战当前由波音和空客主导的双寡头格局的能力。中国航空发动机项目已比许多人的预期更快地达到了这一发展阶段。要深入理解这些新测试结果为何引起如此轰动，有必要将其置于当前主流单通道客机发动机市场的背景下审视，例如普惠公司的 PW1000G 系列发动机，以及历史悠久且极具传奇色彩的 CFM56， 至今仍在定义着现代窄体客机的性能标准。每一款成功的发动机都经历了数十年失败，无数次重新设计和艰辛教训才得以成熟。当我们将 CJ1000A 的数据与这些已有的性能报告进行对比时，其当前的地位以及最新测试结果的战略意义便一目了然。首先，考察目前 C919 所使用的 LEAP-1C 发动机，该型号凭借其先进的冷却系统、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及陶瓷基材料，实现了更高的工作温度和更低的燃油消耗。在纯粹的效率指标上， LEAP 依然占据优势，拥有更长的飞行经验、更庞大的数据积累和多年的优化成果，这些都是中国航空工业无法一蹴而就的积累。然而，对 CJ1000A 而言，推力本身并非瓶颈，它为 C919 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动力输出，无论尺寸还是整体架构都与 LEAP 同级别。尽管在某些先进材料方面尚有差距，但飞行数据清晰表明其核心部件在所需功率水平下运行稳定。换言之，它已经达到了商业运营所需的基本性能区间，与普惠的 PW1000G 发动机相比，情况则有所不同。
普惠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虽然在燃油效率方面表现突出，但早期却饱受可靠性问题困扰，例如轴承磨损、高振动、齿轮箱故障，导致大量飞机停飞，并需全球范围内的机队检修。相比之下 ，CJ1000A 采用了更为简洁的设计，尽管其燃油消耗可能略高于最先进的同类产品，但它成功规避了复杂齿轮系统带来的风险，使得其早期的技术学习曲线更具可预测性。再看 CFM56 发动机，它虽然是上一代产品，却是航空史上经过最严格考验的传奇发动机之一，其可靠性记录至今无人能及。CJ1000A 并非旨在超越这一传奇，但其与最新 LEAP 系列的技术差距远小于与 CFM56 的差距。许多分析师认为 CJ1000A 在成熟度和材料应用上更接近 CFM56 的后期型号，这足以完全满足国内航线的使用需求。综上所述，西方所面临的威胁将最终体现在市场格局的模糊化。中国无需立即打造全球性能最优异的发动机，它只需一款性能足够可靠，足以替代中国民航客机上 LEAP 发动机的国产产品。一旦这一目标实现，外部对 C919 的最大制约便不复存在。这正是最新测试结果战略意义深远之处。这些测试表明 ，CJ1000A 并非停留在初步阶段，它正沿着当年 LEAP 和 PW1000G 等领先发动机所走过的发展路径快速前进，且其推进速度远超外界普遍预期。然而 ，CJ1000A 项目真正的转折点，并非仅仅源自试验舱内的突破或飞行甲板上的成功，而是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一项政治决策。2025年5月下旬，美国宣布暂停对中国出口 LEAP-1C 发动机及其他关键航空零部件的审批。尽管此举对外宣称是贸易摩擦的一部分，但其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冲击却是直接而沉重的。短短数日内 ，C919 的生产线被迫放缓，航空公司翘首以待的交付计划戛然而止，原本为提升产量而准备的装配线陷入停滞，雄心勃勃的交付目标不得不悄然下调。内部文件显示，交付量急剧下降，原计划交付逾30架的目标被迫削减至25架，影响了4家航空公司。这一暂停令在各个运营工厂引发连锁反应，原定启用 C919 的新航线被迫推迟，接受培训的飞行员也只能无奈等待。对于中国以外的观察者而言，这更是一个深远的警示。这不是简单的供应链中断，而是随时可能被激活的战略杠杆。尽管停产仅持续了数周便得以恢复，通用电气在7月初重启了 LEAP 发动机的交付，但其造成的损害已然形成。此次事件彻底暴露了 C919 表象之下的脆弱，无论取得多少进展，积累多少订单，投入多少生产努力，都可能因中国无法控制的单一外部决策而瞬间中断。在中国航空界，这一信号再清晰不过。只要 C919 的动力核心依赖外国，这款承载国家希望的客机就可能随时被外部压力所掣肘、扭曲，甚至彻底阻断。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风险，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国家战略风险。其对 CJ1000A 项目的推动作用，甚至超越了任何测试结果本身。正因如此，最新的飞行数据才显得尤为关键。他明确指出，中国正在系统性地消除外部势力对其民用航空计划施加的最后一道重大制约。此次出口事件不仅延缓了 C919 的推广进程，更将 CJ1000A 从一个长期的研发目标提升至中国整体航空战略的核心地位。一旦 CJ1000A 实现全面服役，全球航空业的格局将迎来波音和空客多年来竭力维持的平衡被打破的巨变。当然，这种变革并非一蹴而就，严格的适航认证程序、大量的可靠性试验以及漫长的长期耐久测试，依然是发动机投入首次商业运营前必须跨越的障碍。然而，一旦跨越这些门槛，全球航空力量的平衡将随之倾斜。对中国而言，收益将是立竿见影的。C919 将获得关键的抗制裁能力，其生产规模可以不再受制于外国出口许可，从而得以大幅扩张。上海和西安的生产基地将能全速运转，中国商飞公司年产100至200架飞机的长期目标终将有望实现。这将使中国在载体客机市场拥有真正的立足之地，至少在其本土以及接受中国适航认证的区域如此。同时，这也为 C919 的出口打开了全新的大门，东南亚、中东、非洲及部分中亚国家将能采购搭载中国引擎的 C919， 从而规避与西方供应商可能产生的政治纠葛。飞机的维护、零部件供应以及售后服务也将全部由中国本土完成。这种完全自主的航空生态系统，正是波音和空客最初建立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基石，也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复制并超越的模式。对于波音和空客而言，真正的风险并非全球市场份额的瞬间巨减，毕竟在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 ESA 或美国
国联邦航空局 FAA 的认证之前 ，C919 尚无法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一认证过程将耗时数年。他们真正的忧虑在于长远的未来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证明其有能力制造出可靠可用的航空发动机，那么其第2代产品将必然更加完善，第3代会更加强劲，而第4代则可能达到此前被认为遥不可及的效率水平。CJ1000A 发动机的成功也意味着西方阻碍 C919 发展的最后一道战略杠杆被移除。一旦失去对发动机供应的控制权，出口禁令将彻底丧失效力，政治压力随之减弱，中国将获得按照自身节奏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自由，这正是其此前在其他关键产业取得主导地位的核心要素。最新测试结果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正是基于以上战略考量。这些最新的测试数据有力地证明 CJ1000A 的性能足以支撑其持续研发。一旦发动机项目达到这一阶段，后续的进展便主要取决于时间、资金投入以及迭代优化的过程，而这两者中国均拥有充足的资源。尽管此次发动机测试并未带来足以登上头条的压倒性突破，但它却提供了更为实质且不容忽视的成果：稳定的核心运行状态、持续可靠的推力输出、精准的油门响应机制，以及指向实质性进展而非早期失败的累积飞行时长。这正是舆论对中国航空发动机项目看法转变的关键所在。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了多数发动机项目在起步阶段难以逾越的瓶颈，发动机运转正常，飞行成功，并且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如今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早期版本已经展现出如此高的稳定性，那么当中国未来推出其闭门研发的升级型号时，又将带来怎样的震撼？